这个小男孩正在湖里游泳，可当他向上看去，一只凶猛的老虎却停留在上面。老虎血盆大口地喝着湖里的水，男孩被吓了一跳，他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声音。老虎终于离开了，小男孩这才把头探了上来。他拼命般的在丛林里逃跑，猛虎在后面紧追不舍。可下一秒，男孩却摔进了陷阱里。他的惨叫引起了黑豹的注意，老虎见到手的美餐就这么没了，也就离开了。就在这时，一条粗粗的象鼻朝着男孩绕去，善良的大象把他解救。老虎在暗中观察，不敢轻举妄动。赶到的黑豹被大象吓得夹起了尾巴，男孩却一个箭步跳到黑豹身上。原来黑豹曾是男孩的救命恩人，曾经恶虎席卷森林，攻击人类，他被遗弃在灌木丛中。是黑豹发现了男孩，看着这么可爱的小家伙，黑豹都被他萌死了。老虎在周围咆哮，黑豹偷偷地将男孩带上了山，交给威望的狼群，希望将他抚养。狼群立马召开大会，决定是否抚养人类。下一秒，气氛突然紧张了起来。猛虎也来到了现场，他当年被人类打瘸了右脚，由于当不上首领，所以对人类一直怀恨在心。他要求狼族交出男孩，并放下狠话：这个男孩迟早我要吃掉他。狼王却丝毫不惧，狼群们发出嘶吼。老虎见人多势众，望风而逃。狼王决定收养男孩。男孩虽然暂时安全了，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危险。他在狼群的庇护下一天天长大。男孩跟着黑豹老师进步成长，学习打猎。但恶虎终有一天会到来，他要像每一头小狼一样，通过狼群的跑猎测试来证明自己。可当男孩来到终点时，黑豹猛然地向他袭去，他被吓得喊出了声音。一旁的黑熊知道是黑豹故意不想男孩通过，为了避免遭受恶虎袭击，希望他回到人类世界。男孩生着闷气溜到一旁，这时一只手臂拿着水果伸了下来，男孩忍不住拿到水果，下一秒却直接被拽了上去。原来是一群猴子，我去，难道这是传说中的花果山？就在这时，猴子们直接将他撞晕，并把他拖到了山洞。下一秒，气氛突然紧张了起来。醒来的男孩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只见恶虎向他走来，恶虎用锋利的爪子抓伤了男孩。老虎猛然张开嘴巴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头顶坍塌的石块砸向了他。黑豹和黑熊来救他，老虎最终退缩了回去，可他并未放弃，威胁狼族首领，并攻心煽动其他族群，怂恿将狼王打败，取代首领。接二连三的族群展开攻击，狼王遍体鳞伤。危急时刻，男孩灵机一动，他果断拔腿就跑，拿起火把就向他们挥去。动物们被火焰吓得后撤，恶虎丝毫不敢靠近。临走时，他再次撂下狠话，碰下血说一定要尝到他的血。男孩刚想安抚狼王，可狼王却十分生气，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，让他离去。他不配再待在这里了，因为他用人类的武器攻击同类，使狼群倍感蒙羞。男孩伤心地看着众人，却无一人求情挽留。夹着暴雨，他悲愤不已，举着火把向山下跑去。来到人类的地盘，对人类挥舞起了火把，却被人一拳打晕过去。当他醒来，却发现自己在笼子里。过了一会，一个男人端来了一盘食物，可他并不能适应。到了晚上，黑豹悄悄地潜入，来到笼子外面。他来是想劝说男孩留在这里好好生活。到了第二天，这个成年男人教他如何使用工具，两个人四目相对。男人露出肚子上的伤疤，原来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老虎。在与人类的日渐相处下，人类帮他洗澡、扎头、穿上鞋子，男孩又有了全新的面貌，也逐渐适应了人类的生活。突然有一天，一头小白狼来到这里，劝说男孩回去，因为老虎把狼群赶走，独自当起了山大王。男孩还生着狼王的闷气，果断地拒绝了。然而就在一天夜里，男孩送喝醉的猎人回屋，却意外地发现人类的残忍，就连狼群里的小家伙也不放过，那正是他从小到大一起玩的朋友。第二天早上，男孩拿着猎刀，趁着男人熟睡时准备复仇。就当看向角落里的象牙时，男孩灵机一动，他把象牙还给了大象，并与大象交换条件，让大象帮他打败老虎，自己帮他找到人类复仇。小男孩回到狼群之中，呼吁动物们联合一起打败老虎，可狼王却不肯，因为这样破坏了森林规则。男孩使出狮吼功，引诱恶虎。没过一会，老虎就带着他的小弟来了。接着，男孩吹起了口哨，埋伏在森林四面八方的大象赶到，野狗被吓得慌乱而逃，恶虎被大象包围了起来，大象一鼻子将他摔飞8.8米。男孩使出小李飞刀，一个箭步飞到老虎的背上，男孩抓住尾巴，却被甩飞出去。老虎猛地一跳，我去，真的好险！幸好男孩反应快，逃过一劫，随后爬上一棵枯树。男孩猛然一跳，老虎差点把他抓到，被卡在了树干。这时，猎人拿着猎枪准备射击老虎时，却意外击中了男孩的大腿，这简直是帮了倒忙。老虎见男孩趴在地上，立马就折身回去，露出狰狞的表情，奔着男孩咬去。就在紧要关头，狼王及时赶到，救下了男孩。然而，他也因此快要丧命。临终之前，他首领的位置交给男孩，
男孩最终在所有动物的注视下，复仇解决了奄奄一息的老虎。最终，男孩变成了森林的首领，以后由他来带领森林走向和平，和所有动物们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喜欢男孩可以长按点赞为他支持，关注我，我是白昼，下期更精彩。